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前阵子我才发布了一个影片，讲阿提拉搭配阿卡琉斯的这个组合吗？那在发布了那个影片之后呢，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没有想到阿提拉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7年了，居然还可以使用。当然也是延伸到其他的问题啊，就比方说其他的统帅怎么办？那些旧的统帅都已经不能用了，尽管官方他们是已经有出了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依旧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话题。随着游戏版本的更新之后，游戏只会推出越来越多的统帅，那么旧的统帅究竟要怎么办？其实玩家也是有给出不少的方案，但是官方最终选择的方案呢，就是推出博物馆，就是让玩家可以通过博物馆去提升这些统帅的数值。虽然有一些提升是还蛮不错的，就比方说像李珍贵这边的提升，它除了提升工兵的防御力，还有极高的技能伤害，还有包括曹操也是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使用。阿提拉目前还是可以使用，虽然它这边的提升不算是很高很离谱，还有包括查理马特的提升也是极度的恐怖。你们可以看到步兵攻击力提升50%，步兵生命值提升10%。尽管有一些提升是不错的，但是可以看到多数情况下这些统帅都是没有必要去提升，或者是真的没有用的。尽管你已经提升了，但是还是废物。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就是在于，除了这个博物馆的解决方案之外，其实玩家还可以选择什么其他的方式去让这些旧的统帅全部都复活。那这里就要讲一下，在前几次影片中就有一个观众写给我的留言，这个观众呢是土耳其玩家来的，他的名字叫 Burak， 希望我没有念错名字啦。那可以看到他这边其实写了很长的内容，但他这边讲的东西呢其实不是废话来的，就是他对于现在游戏的环境还有旧统帅的情况来做出自己的看法。我是很希望有这样子的观众啊，就可以讲一下他们自己的想法，要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边他是写土耳其文，那我们稍微翻译一下。首先，单体技能统帅很容易会被大家遗忘或者是边缘化，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认为下一次统帅不会像阿尔普阿斯兰这样子，而是会一个更强大的工兵统帅。因为这个影片呢是讲第11代的统帅啊，所以他这边写的东西是回复我那个影片所讲的。除非你是真的氪金很多的大佬，否则他还是建议你们避开这个第11代的工兵。另外，他有自己个人的看法，与其以后尝试用博物馆争议效果来修复所有旧的统帅，不如考虑通过牺牲2到3个旧的统帅，并且把他们融合来创作一个新的统帅。其实他这个想法也算是挺有趣的，可能有一些游戏已经有这样子的做法了，但我个人其实不太希望会变成这样子啊。不过我们先听他这边讲完什么东西。这些新的统帅可以作为新一代的统帅加入游戏，与常规新增的统帅一起运作。举个例子，你可以牺牲3位旧的第1代工兵统帅来获得一位新的统帅，这位新的统帅拥有3位被牺牲的统帅的技能数，并且与之前的统帅完全不同。然而这位新的统帅可能会比较困难且成本比较高，比方说所有3位统帅献祭的统帅都必须要在技能和资质方面到达满级，就讲必须要觉醒，或者是他的等级必须要满60等级才可以 mix 在一起的想法啦。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像他这边呢，也不是说每个玩家都可以达成条件啦。就比方说像我自己一些旧的统帅其实也是没有觉醒的，像他所举的例子就是工兵的统帅啦，我那些旧的统帅都没有觉醒，没有60等级，那我就没有办法融合。但是如果你是曾经花过很多钱的玩家，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把3位旧的统帅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统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就很像不要讲融合成一个新的统帅啦。如果我们可以拿3位旧的统帅换取一个新的统帅，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不错的，就是不需要融合，可以把这3个统帅觉醒满等级的全部归零，变成投资在一个新的统帅上面，可能不需要把那个新的统帅觉醒，可能只能升到1-2个技能而已。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你不会让那些旧的统帅全部废掉嘛。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并不是
最完美的方案毕竟有一些玩家可能会考虑说，诶，如果我是参加一些其他的 KVK 是可以放助阵技能的话，那这些旧的统帅助阵技能我不是没有办法用到了吗？如果我要把他们给觉醒，又要重新丢金投进去，而且这样子3:1的换算方式也是不太值得。当然这个也只是一个方案而已，那你们觉得合不合理呢？这个可以私下去讨论。这样一来，老的统帅就可以获得充分的利用。为了确保游戏健康发展，这些统帅绝对不能通过任何活动或者是礼包购买获得。当然，这个只是初步的构想，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他只是暂时想到这样子的想法。当然，也是有很多优点、缺点，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它可以发展，并以一种更广泛、更有益的方式实施，这将避免游戏中统帅数量过量的问题，增加驻防集结野战的多样性，为玩家提供新的目标，使战斗更加难以预测和引人入胜。他很想详细的解释他自己的说法，但是 YouTube 的评论空间有限，他只能写这么多字就是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写啦。针对他的评论，我这里也是有做了一些回复，当然我是写土耳其文这里翻译了给大家看一下。最近我也是一直在考虑怎样去处理这些旧统帅的问题，因为策划他们的博物馆功能其实并不实用，只有少数的统帅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统帅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就比方说我最喜欢的统帅之一萨拉丁，说实话我不想要让他们合并变成一个新的统帅，我希望每个统帅可以在游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就比方说像骑兵的铁木真，各位也可以知道他在历史上是真的很强的，但是在游戏之中他就是一个垃圾而且他很早就已经被淘汰掉了，反而他的寿命是比起萨拉丁还要更短的。虽然萨拉丁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统帅啦，但是我觉得铁木真他的能力不只是局限在于这里而已，而且我相信之后官方应该也会推出批化的铁木真，或许吧。但是我觉得那个观众回复我的评论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也是跟我想的一样，他也希望在游戏中能够拥有更加多的统帅，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么多的统帅放到这个游戏里面呢，是很难的。因为你们可以知道整个历史上呢，有很多很伟大很强大的统帅，不管是旧时代的还是近代的都有很多，你也不可能让每个统帅在游戏之中都很强大。所以像他这边所讲的，你必须要让这些统帅在游戏中拥有价值和合理性，否则就会大打折扣。要如何让他们融入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现在官方他们虽然是分成了有不同的派系像是有驻防、集结，还有野战，可能还有扫田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可以更加多一点变化，就比方说专注在哪一个点上会更好。像我们还有一些说法，就是如果你要去打城市的话，最好就选择阿提拉；如果我们要扛围殴的话，就是用查理马特、菠萝头、崔营之类的。我是认为可以更加去细化这些部分，否则就是看你之前拥有多少位统帅。就比方说这个是集结统帅或许我在搭配的阵容中，如果我可以放置更加多的集结统帅融入在一起的话，可能我的集结伤害会更高之类的，这个也是不错的方法。或许可以像我比较多骑兵统帅都是已经觉醒了，或许我的骑兵争议会提升的比较高，步兵统帅比较多的玩家，步兵的争议就会比较高，以此类推。尽管现在官方已经是有一个案例，就是把那些旧的统帅批化，就比方说像之前的领袖统帅朗纳尔，原本就已经在游戏之中有一个传说等级的版本嘛，后来他们又再推出一个步兵版本的朗纳尔，让它变成批化，让它变得更强了。但是我觉得你只是让游戏里面的统帅变得越来越多而已，而且是有一种炒冷饭的感觉。而且我还是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要让它以升级的方式变成批化呢？为什么你要分成两个不同呢？当然两个也有他们自己各自的能力、各自的技能啦，但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就是分成两类的。可能你可以让玩家去选择说他们要不要进化成批化，如果他们想要继续用回旧的话就不需要提升，如果他们想要用新的话就可以进化变成批化这样子。或许之后的统帅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案啊，不过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我们要如何去使用这些旧的统帅，不要让他们浪费掉。
那关于旧统帅的部分，暂时先讨论到这里啊，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讨论的话，也得不到什么结果，因为感觉官方他们也没有想要让这些旧统帅恢复战场的那种想法。我是觉得说，他们可以让这些旧的统帅跟新的统帅搭配在一起，就是让一些新的统帅的技能设计到必须要跟某一些旧的统帅融合在一起，才会有额外的效果，这样子你才可以让那些旧的统帅价值更高，才会让玩家有动力去培养这些旧的统帅，而不是我每一次都要跟我的观众讲，哦，你早期你不要去培养这些统帅，因为他到后期都是废物，都是垃圾，都是没有用的。这样官方他们设计这些统帅的意义在哪里？他们在历史上创造了这么辉煌的成绩，但是在游戏之中完全是没有用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自己的观点，你们觉得要怎样去改动这些旧的统帅？难道你们只是想要官方每一年出宠资让你们去拿回金头而已吗？你们不希望让你们喜欢的统帅在游戏之中大放异彩吗？像是关羽都是蛮多人喜欢的统帅，但是他现在也是没有用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